美国通胀持续高烧不退，美联储周三宣布年内第3次加息，一口气上调75个基点，创下美联储28年来最大加息幅度。此次加息能否有效遏制美国通胀继续飙升？美国智库研究表明，削减对华额外关税能一定程度控制通胀。为何拜登政府仍犹豫不决？来看看报道。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加息75个基点。大幅度加息加剧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就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坦言，这次的加息幅度非同寻常。自去年底以来，美国陷入通胀失控和经济衰退、股市可能崩盘的困境，投资者和媒体纷纷警告，美国可能面临一场经济上的超级飓风。为了救急，美联储曾于今年3月和5月分别加息25个和50个基点。此前，市场也因此一度出现了通胀见顶论。但事与愿违，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 CPI 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8.6%，同比涨幅也连续3个月在8%以上。鲍威尔表示，为了使通胀恢复正常，预计下一次依然可能加息50至75个基点。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 either a 50 basis point or a 75 basis point increase seems most likely at our next meeting. We're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keep them anchored at 2%. 尽管美联储用连跨3级的方法向市场宣告誓言扑灭高通胀的决心，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加息只是收缩流动性、抑制需求，不能凭空增加供给，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通胀问题。Given the supply shocks we have suffered, we're going to enter into a period of poor growth and problematic inflation performance, and I fear that's what's ahead of us. I think we've built ourselves a stagflationary kind of situation, and as I've been saying for months now, I think a soft landing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I think the Fed's forecast from March saying that inflation would be coming down to the 2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as frankly delusional when issued.And looks even more ridiculous today. 要解决目前美国这样一个高通胀的话，其实仅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要单靠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甚至一段较长时间内连续加息，加更大幅度的息，才有可能这个把这个通胀给抑制住。但是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副作用，那就是可能是美国经济会陷入这样一个大幅的这个放缓。通胀不见缓解，导致总统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跌，中期选举的压力又迫在眉睫。而想要抑制令拜登团队头疼不已的通胀，美国智库早就给出了一份可能有效的方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3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削减对华关税或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次性下降1.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获得797美元。这份研究结果也得到了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商业团体和政府部门官员的肯定，他们一直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取消尽可能多的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称，降低关税是拜登政府能够采取的可立即降低消费者成本的最有力的措施。If we can reduce tariffs, where those tariffs aren't strategic and are hurting us, I think that 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reducing inflation.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述政府官员的话称，拜登政府不可能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这可能使拜登及民主党遭到对手攻击，并成为中期选举和下届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焦点。报道称，尽管取消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不太可能大幅抑制通胀，但拜登政府官员承认，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美国轴线新闻网周二爆料称，拜登日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内阁主要成员会面时表示，他倾向于从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移除一些产品。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是在上周二表露这一想法的。他倾向于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一个正式排除程序，以确定对哪些中国商品应该免除特朗普政府时期依据301条款加征的关税。相关的正式公告预计最早于本月发布。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二证实，白宫正讨论可能改变特朗普施加的某些不负责任的对华加征关税。让·皮埃尔说，拜登一开始便认定特朗普加征的一些关税是不负责任的，非但未能促进美国经济或安全，反而加重了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负担。因此，拜登政府正努力进行调整。反映出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这样既合作同时又打压的这样一个政策本质。他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来吸引中国再来配合他的政策，同时又出于他自己的利益，对中国所谓不合作的行为进行一个打压。而何时使用这个合作策略，何时使用打压策略，完全都是拜登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近半年以来，每当公布通胀率前后，拜登及其政府高官就会出来声称将考虑取消对一些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不过，至今仍未将削减关税真正落到行动上。此前，美媒曾多次爆料称，以贸易代表戴奇为首的部分拜登内阁官员强烈反对降低对华加征的关税，并就此事与其他白宫官员起内讧，这是造成拜登犹豫不决的主因之一。戴奇周二接受轴线新闻网采访时，解释了为何他在对华关税问题上如此谨慎。戴奇表示，自己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名负责美国贸易政策的华裔美国人，他正在面临更加严格的审视。在拜登政府中，戴奇是除副总统哈里斯以外唯一担任内阁级别职务的亚裔美国人。戴奇在采访中否认此前有关白宫内部就对华关税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但仍坚称关税是工具箱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但必须解决近期危机，还必须实现长期目标。外界注意到，戴奇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不应为了短期目标牺牲对华关税这一与中国竞争的砝码。With respect to the tariffs, our approach, as with everything in this relationship, is to be strategic. I know there's a lot of talk around tariffs right now.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how we address our short-term economic needs, but our eye must be on the ball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ne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达1.1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只会对两国企业和老百姓有利。但美国一些政客硬是将导致通胀加剧的本国能源价格飙升赖到中国身上。美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素有反华急先锋之称的卢比奥和同党的参议员斯科特，周三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以确保美国不会无意间协助和支持了主要对手。卢比奥声称，在全美各地能源价格高涨之际，拜登政府还允许每天把50万桶美国石油运往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观察指出，根据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方要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因此，共和党人欲切断中美能源贸易，不仅无助缓和通胀压力，还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他如果不扩大对中国的原油出口的话，毫无疑问会在短期内迅速让这个美国对华出口的这样一个赤字大幅增加，至少增加在200亿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这个出口商是依靠中国对中国能源出口。那么如果它禁止了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出口呢，首先它的下游产业、中游、上游都会受到影响。而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内相当分裂、社会对这个经济状况还有诸多不满的情况下，如果再有相关领域的这个工人都因为受到这个出口禁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反而会对美国国内的这个影响会更大。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明白，美国走到如今的困境完全是自作自受。俄罗斯观点报发表评论认为，为了保住选票，美国政府一直无限制印钞、放水和借债，同时为遏制中国，美国又发动了贸易战。在通胀形势已很明显的情况下，美国对俄乌冲突持续拱火，并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导致油气和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涨，使得美国通胀高企，经济面临崩溃。这都是美国在朝自己的脚开枪。美联储昨晚宣布加息75个基点，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加息幅度。那您觉得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它首先意味着拜登政府，尤其是美联储主席，又一次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而且被打得眼冒金星之后，在决策上也已经乱了方寸。按理来说，虽然美联储主席是由总统任命的，但是根据美国宪法，美联储拥有独立于美国政府的
超人独立地位，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独自做出判断。然而，鲍威尔近年来对美国经济与通胀形势的判断，可谓是既不专业更不独立。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在特朗普任内，鲍威尔就认为，美联储毫无节操的放水行为不会导致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在去年，也就是在拜登任内，美国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通胀苗头，鲍威尔却说通胀只是暂时的。到了4、5月份，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连续2个月维持在8%左右，发出了明显的示警信号。鲍威尔却说美国通胀已经出现了见顶信号，接下来通胀率将会逐步回落。没有想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美国的通胀率又一次大大刷新了几十年来的历史新高，达到了8.6%。而鲍威尔这样做，先是出于讨好特朗普，后是出于讨好拜登，以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最终结果却不仅让自己以及整个美联储的声望扫地，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以及拜登的连任计划。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鲍威尔才慌了神，不得不选择剁面自干，推翻了自己早前言之灼灼的加息50个基点的计划，选择了加息75个基点。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美联储当前面临的问题绝非仅仅是只有通货膨胀这么简单。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同时，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征兆。4月份的 GDP 非常意外地录到了 1.4% 的负增长，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两者之间还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要加大加息的幅度，而加息幅度越大，又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那在您看来，整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又应该为接下来美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做好哪些准备？的确，在全球经济以及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美国可能的经济衰退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全世界，包括中国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同时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是大国博弈问题。因此对此世界各国，尤其是跟美国经济密切相关的中国，都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刚刚过去不久的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及由此引起的短暂经济衰退。由于美国市场经济的活力、高科技发展的潜力，以及可以向全球转嫁经济危机的能力，美国不仅在短短1年多之后就恢复了经济增长，美国股市甚至迎来了长达13年的超级大牛市，纳斯达克指数翻了好几倍。这些都意味着，就如同一个人每年都要通过1、2次感冒发烧来重塑自身的免疫系统一样，美国经济也是每隔10年左右就会产生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这往往并不会让美国经济一命呜呼，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取代美国发展模式的判断，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政治与经济精英的敏感神经。2008年之后，尚未完全从金融海啸中恢复过来的奥巴马政府就宣布要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推进 TPP 协议，要从政治、经济与安全3个层面全面围堵中国。后来特朗普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战，以及拜登政府联合盟友部署对华新冷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在中美之间还重演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当时中国为了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还启动了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因此而使得自身遭受了高通胀的困扰。然而醒来后的美国却反咬了中国一口，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面对美国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经济衰退，我们首先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既不要误以为美国将要不行了，同时就如同美国发展不能寄托在中国的衰落一样，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也不能寄托在美国的衰退之上。
另外，假如美国再次出现了经济衰退，那我们也充当不了救世主，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我们看到，当拜登政府正在权衡是否要部分取消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却提出了一项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及石油产品的法案。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拜登政府准备取消部分对华产品额外加征的关税，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恩惠，也不是什么要对中国示好，而仅仅是出于迫不得已。除此之外，对于拜登来讲，当前导致美国通货膨胀飙升的4大因素中，美联储发行的天量货币短期内已经是很难收回，俄乌冲突导致的油价高企，以及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都不是美国可以控制的。拜登政府唯一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减免或者说是取消对华产品加征的部分关税，这些才是拜登政府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而在拜登政府正准备这样做的时候，共和党籍参议员却提案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以及石油产品。这不仅再度证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上去考虑的，也就是在需要压抑通胀的时候想起了降低对华关税，同时也是在需要压抑通胀的时候想起了禁止向中国出口石油。而且也意味着拜登政府要降低对华关税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将面临着来自共和党的激烈反对。民进党常宣传所谓美台关系稳健，其实背后有很多猫腻。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拿着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输送利益给美国的政治公关机构，透过公关居中所谓斡旋，让一些见钱眼开的美国政客给台独帮腔。而大陆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之后，民进党却把单纯的检疫问题表演成反中戏码，想用廉价的情绪演示其执政无能。不过观众已经腻了，这一次哭腔效应正在递减。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媒采访时妄称，过去10年间，中国大陆更具威胁，包括对台行径可能带来危险且破坏稳定。布林肯还扬言，美方基于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等对台安全承诺，将持续确保台湾实现自我防卫及嚇阻侵略。消息一出，民进党当局再度欢呼雀跃。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对此表示感谢，并叫嚣台湾将持续强化发展不对称战力，深化所谓台美关系。其实你通过布林肯的这段话，你就能感觉到，其实美国没有打算，放弃在炒作台湾问题。那么在这个底线问题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大陆就是说跟他严肃的交涉以后，在这个大的底线问题上，那么美国人他会相对的有所收敛。其他问题上，那么美国绝不会放弃在炒作台湾问题，那么甚至呢会在台湾问题上就是不断的就是挑衅。针对布林肯上月底发表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演讲充满不实之词，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外交部曾批驳美方口头上说不支持台独，但说一套做一套，一再违反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企图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助长台独势力嚣张气焰，这才是要改变现状，才是对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而实际上，民进党常宣传所谓台美关系稳健，其实背后有很多猫腻。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根据美方登记档案，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曾打电话给特朗普祝贺其当选，是付钱给政治公关多尔牵线安排。多尔领了民进党14万美元服务费，代表台湾打入特朗普团队，通过牵线搭桥，特朗普当选后才接听了蔡英文的电话。此外，民进党当局还透过另一家政治公关公司操作接触特朗普副手彭斯，以每月3万美元聘请波多马克国际伙伴公司负责。该公司与共和党关系良好，透过该公司，民进党当局与彭斯搭上线。蔡英文押宝特朗普失败，拜登上台后，民进党当局对美游说重心又转向民主党。报道称，反华政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操作重点。根据美国司法部档案与华盛顿国际政策中心去年发表的台湾在美游说调查报告，为台湾工作的民主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盖哈特与多家代理台湾的政治公关接触佩洛西34次，盖哈特光是接触佩洛西本人与其幕僚就多达18次。
而关于民进党当局大肆宣传萧美琴受邀参加拜登就职典礼，根据美国司法部档案，盖哈特事前也曾拜托佩洛西索票。台当局前外事官员就表示，这些对台湾来说都是冤枉钱。蔡英文政府比较愿意花公关费，总统的就职典礼都要透过公关的话，这点我就有一点意见。是很多人都愿意参加，可以透过我们平常联系的对象那么获得这些入场券。有台湾舆论认为，在美国的政治生态里面，游说公司非常多，但公款应该花在刀刃上，而不是用在帮民进党相关官员做宣传，往自己脸上贴金。民进党当局对美国政客极尽谄媚的同时，却把单纯的检疫问题变成反中的政治工具，而台湾民众对此早已厌烦。去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的石斑鱼中检出孔雀石绿、结晶子等禁用药物，还检出土霉素超标。海关总署宣布，自本周一起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往大陆。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周二呼吁民众掏钱挺石斑，但被岛内舆论批评事到临头却要民众为此买单。加上石斑鱼单价高不好处理，以及对药检的疑虑，民众吐槽实在买不下去。赶快检讨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孔雀石绿啦、什么土霉素，有没有这些东西嘛？有的话，我们台湾人也不敢吃啊。那你今天如果说什么事情只要两岸农产品出问题，就怪大陆中盘商啊，这些商人他就可以有恃无恐。根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2021年台湾石斑鱼外销量约6681吨，大陆就占其中的91%。一段时间以来，台湾销往日本、新加坡、新西兰的农产品出现问题时，民进党当局又是表示尊重，又是道歉，还要赔偿。而大陆方面遇到同样问题时，台当局就换了另一副面孔。凤梨卖到日本都变黑心凤梨，人家把你退回来，你敢讲话吗？不敢。你说那过去不严格吗？过去在让利啊，现在你视人家为寇仇，又要赚人家，那这个是讲不过去。全世界对台湾最好的就是中国大陆。针对民进党当局指责大陆暂停输入台石斑鱼是对台打压，有政治目的，片面伤害两岸关系，呼吁大陆回应台提供的证据，通过两岸协商解决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回应表示，去年以来，大陆方面多次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了多批石斑鱼药物不合格情况，要求其完善水生动物安全管理体系。台湾方面从未提供所谓进行整改的证据，近期又接连出现输大陆石斑鱼中检出禁用药物情况。为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大陆方面不得不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我们要反问把带有禁用药物和含量超标的药物的农渔产品卖给大陆这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正常贸易吗？出现问题后不想办法解决，却一味从政治上抹黑指责大陆，误导民众，挑拨离间升高对立，这算不算是片面伤害两岸关系呢？大陆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后，岛内渔民纷纷呼吁尽快与大陆协商解决问题，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毫无作为。中新社的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既无意愿，实际上也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只会用污蔑大陆这一个老套路来回避自身责任，其背后症结显而易见。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政治私利，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堵死了两岸交流和商谈的坦途。台湾农渔民不过是其操弄民粹的炮灰。事实证明，动不动拿民意说话的民进党当局，实际上最不在意的正是岛内民生。我相信台湾民众他心里有数。就是我们大陆不吃了，那么这些带有这个超标的这种鱼谁吃？他只能让台湾老百姓吃。台湾老百姓愿意吃吗？我觉得他们也一定不愿意吃。这种做法呢，就是说对两岸关系，就是说特别是对两岸的这种正常的经贸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它会让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这种产品失去信心。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当局应该改弦更张。就是一码归一码，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政治化。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尧，管先生您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接受 PBS 及公共电视网专访，回应国际热点，再度大打所谓台湾牌，您对此如何解读？好的，主持人。那么布林肯接受 PBS 专访的前一天呢，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刚刚在卢森堡和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会谈。那么路透社就声称说，这是两位中美高官为管控风险进行的连累第3次的面对面的深入沟通。那么在周一的会晤中，杨洁篪再度就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核心也是最敏感的议题发出最直白的告诫。
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处理不好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那这个风险不仅存在，还会随着美国大搞以台制华，台湾当局大搞以美谋独而不断的升高。那么美方不要有任何的误判和幻想。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前推一天，在新加坡相会的现场，国防部长魏凤和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军人的血性立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搞台独死路一条。妄想挟洋自重不会得逞，休想。但是呢，我们从布林肯最新的表态来看，结合美方其他一系列高官的动作取态，我们看到美方以台制华的言行动作并没有任何的收敛，甚至有变本加厉的势头。那么这也意味着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交锋和博弈仍然将会陆续有来。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与判断，更要有底线意识。那么就这一次布林肯他的最新访谈表述来看，我注意到在回应记者抛出所谓美方会否出兵协防台湾的这个提问时布林肯他虽然没有像上司拜登那样玩弄口误游戏，声称美国仍然致力一中政策，但是呢，布林肯也大谈要持续协助台湾自卫。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甚至扬言要以塑造外在环境的方式来影响中方决策。那么，布林肯所谓塑造外在环境以影响决策的表述，要害在哪里呢？杨洁篪周一在欧洲见沙利文时就再度告诫说，中方坚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那么这其实也是对布林肯的隔空回应。我们知道，上月美国国务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它的核心要旨就是要以所谓投资协同竞争三分法，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布林肯鼓动大国竞争的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呢，要在区内拉动更多的盟国伙伴国，以图塑造所谓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我曾分析，抛出这个塑造战略环境的这个幌子，其实就是美方在印太方向大搞小院高墙、大搞小圈子联盟的话术表达，为美国在印太布局的所谓345阵型，也就是美英澳 AUKUS 三边协议、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以及美英澳新加五眼联盟来张目背书。布林肯周二在回应 PBS 主持人所谓出兵协防的提问时也是拿所谓塑造外在环境来说事儿，实际上呢，就是要裹挟更多的盟友伙伴来搅局台海，在台湾议题上也搞所谓的战略协同。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美国舆论场、学术界已经在抛出这种所谓议程了。最新一期的美国大刊《外交》刊出乔治城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2名教授的合署文章 Why Indo-Pacific Power Hinges on Taiwan， 危言耸听，炒作所谓印太权力关键在于台湾，刻意把中国台湾抬到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关键位置。那么再联系日本在刚刚落幕的相会上的暴走表现，防相岸信夫被日本媒体直指在台海问题上发表异乎寻常的对华强硬讲话，那么这样一个态势呢，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美国以所谓影响外在环境为诱饵，就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多的伎俩来拉拢更多的盟国伙伴上钩，来试图强行协同介入台海议题。在相会之后，接下来的多边观察窗口无疑呢是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已经确认接受邀请参会。美方近来频繁炒作台湾海峡是所谓国际水域，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甚至还就此发所谓声明。您对此如何看？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这一说，台湾海峡不是美方口中的国际水域。美方口口声声秩序规则，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国际水域从来不是什么严格意义的国际法概念，它只是美国海军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生造的一个所谓美式的军事术语，而美方造出这个术语，也是只是呢要把它当作搞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所谓海洋权力伸索的名目，是美方维护海上霸权的又一个话语泡沫。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抛出所谓国际水域的花头，和布林肯为拉拢盟国伙伴国协同行动，大谈所谓塑造中国周边环境，其实是一路货色。作为至今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美国在解释和适用国际
方面呢，从来都是和则用，不和则弃。他的霸权做派，他作为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头号破坏者的形象，早已经人尽皆知。那么用自己制造的美式单边规则来取代普遍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这呢是布林肯们挂在嘴边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真相。目前，俄乌双方仍在顿巴斯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俄方在北顿涅茨克市开放人道主义走廊，据称只有1人撤离。俄方指是乌方阻止了平民撤离。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再次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和北约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玩火，这十分危险。俄罗斯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避免局势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除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还宣布了一项新的对乌克兰的10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此外，他还表示将向基辅拨款2.25亿美元，用于提供额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声明中，泽连斯基感谢了拜登的支持以及对国际安全的协调。美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周三也进行了通话。库列巴在推特上表示，他在感谢美国援助的同时，强调乌克兰迫切需要可以更加定期交付的更多重型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由美国领导的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会议期间，公布了最新安全援助计划的明细。And I'm especially pleased to be able to announce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vide an additional $1 billion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for Ukraine.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本轮对乌额外安全援助分为2部分，其中价值3.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由拜登直接批准，并从国防部库存中调取，包括18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3.6万枚炮弹、18辆榴弹炮牵引车，以及与美方此前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适配的弹药等。其余价值6.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由美国国防部向军工企业采购，包括2套用于海岸防御的鱼叉反舰导弹系统，这是美国首次为乌克兰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美国政客新闻网援引国防部官员指出，鱼叉对于提升乌克兰的海防能力非常重要。由五角大楼发言人转任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的科比周三表示，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已经12度军援乌克兰，累计承诺的安全援助金额有约63亿美元，其中2月份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的美国军援占56亿美元。虽然美国和北约不停许诺要给乌克兰更多武器，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兑现。在周三的北约防长会议上，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一开始就列出了一长串当前急需的军备清单。乌国防部副部长玛丽亚尔日前也透露，西方承诺的武器只兑现了10%。在同一天的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对乌军援是否不符要求且太少太迟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武器系统能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如果乌军正确使用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系统，他们应该能够消灭大量的目标。对于只兑现了1成武器的问题，防长奥斯汀则对该数据的来源表示怀疑。他表示，战争中的武器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自己理解乌克兰人的想法，美国将努力争取让乌克兰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针对美西方国家继续拱火的行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三表示，这十分危险。俄罗斯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避免局势升级。里亚布科夫称，俄方已多次警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乌冲突的直接干预将带来严重后果，希望西方国家能考虑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希望美国和西方政客有足够的理智，不使用核武器，也不要将乌克兰局势推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爆发直接冲突的地步。此外，当地时间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他们将在基辅西北部的伊尔平市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表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会谈将重点讨论粮食安全、军事援助以及对乌克兰支持等问题。多家外媒还报道称，法德意3国领导人抵达后不久，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几乎全境陆续响起了防空警报，进入防空紧急状态。路透社称，马克龙、舒尔茨和德拉吉此前花费了数周的时间来筹划这次出访，他们希望通过访问乌克兰来减轻国内对他们的批评。出于安全原因，这次行动并未提前公布。
这个时候其实法德意3国这个访问基辅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在劝告乌克兰采取一个妥协退让的态度。这3个国家呢，实际上是民意最倾向于赶紧停战的。就是无论说你乌克兰付出什么代价，你哪怕是你损失割让点领土也好，你这个赶紧停火了。那这个3国的主流民意就是这么样一个主流民意，所以说我估计这个法德意3国领导人到基辅，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劝降去的。俄乌在乌东的战事也进入关键阶段，乌克兰军队在北顿涅茨克几乎被完全包围。尽管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更有可能保卫地势较高的利西昌斯克，但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试图通过从东南部推进来切断该市的补给线。而北顿涅茨克市的争夺焦点则是阿佐特化肥厂，目前乌军仍然控制着工厂。据俄塔斯社消息，厂内大约有1000到1200名平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于莫斯科时间周38时至20时开通人道主义通道，以便困于化肥厂的平民撤离。不过当天，卢甘斯克武装方面指责乌方破坏人道主义通道，当天仅有1人从人道主义通道撤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周3称，被困在阿佐特化肥厂的平民在撤离后可以自行选择去处，他们可以前往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控制的区域。聂边贾还指责乌克兰方面在阿佐特化肥厂故意扣押平民。对于俄方的指责，乌克兰方面尚未进行回应。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可能的，一定程度上呢，其实这个阿苏特化工厂的这个守军呢，他其实是想复制一下这个亚速钢铁厂的这个抵抗这个案例的，他其实是希望留更多的平民来作为一个盾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多轮制裁，希望拖垮俄罗斯经济。不过，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伴随这些制裁的却是不断飙涨的能源价格。俄能源出口量虽然下降，收入却达到历史高位，而且还高于在俄乌冲突中的支出。为此，美国要跟欧洲盟友成立一个临时的价格联盟，给俄罗斯卖油设置价格上限，是要减少俄方出口收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发出警告，对俄能源制裁将削弱欧洲制造竞争力，欧洲情况会变得更糟。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周3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4天会期中，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人士与会。在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面临美西方多轮制裁的背景下，论坛特别关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面临的新挑战。俄总统普京周五还将在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外界希望从中观察俄罗斯对国内外形势的评估，以及应对西方围堵的策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制裁一直没停。欧盟已经实行了6轮制裁措施，焦点是金融和能源。继前段时间俄罗斯成功捍卫卢布汇率之后，最新数据显示，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大宗商品的制裁也事与愿违。总部位于芬兰的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头100天里，俄罗斯通过化石燃料出口获得了930亿欧元的收入，其中61%由欧盟进口。5月以来，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的煤炭和石油出口较冲突之前有所减少，但同期出口平均价格比去年高约60%。即使计算了俄方比国际市场价格低约30%的折扣价，也几乎完全抵消了出口量减少的损失。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笔收入已超过其在俄乌冲突中的支出。眼见制裁失效，美国财长耶伦上周表示，美国正在与欧洲盟友就成立一个临时价格联盟进行磋商，旨在为俄罗斯原油设定一个与产量大致相等的价格上限，从而在稳定油价的情况下让俄罗斯少赚钱。乌克兰总统经济顾问乌斯滕科对此表示赞成，他还建议各国应该把俄油价格和最高限价之间的差价支付给一个基金，以帮助乌克兰的重建。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美国的一再游说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本月初终于松口决定增产，同意7月、8月每天增产64.8万桶，远超当前日增产43.2万桶的水平。
不过，有资深原油分析师透露，最近一段时间，欧佩克成员国与欧佩克加成员俄罗斯的关系走得更近了，而且欧佩克最大产油国和出口国沙特与拜登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这种情况下，沙特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为了拜登而增产，更何况高油价还给沙特带来了大量收入。另外，白宫周二发表声明称，拜登将于7月13号至16号访问中东地区，与中东地区的领导人会面。虽然白宫极力淡化拜登出访的主要目的，但分析认为，游说石油增产才是重头戏。其中，拜登将如何放低身段，改善与此前被自己咒骂要将其变成贱民的沙特当权者的关系，进而说服沙特服务于美国的能源战略，是外界对拜登此行的关注焦点。当然，他采取的措施，我想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国内的那些这个能源公司啊，可能会加大国内的这些能源的开发，比如说这些页岩油啊、页岩气啊。第二个措施就是劝服这个中东的产油国家，我能够增加产量。现在其实是他们不太愿意增加产量，因为这个油价升高的时候，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所以它的动力不大。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能就是通过对俄罗斯石油的买家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控制，这一点可能要通过这个强制手段，就是通过所谓的第二次这个刺激制裁，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周二宣布，由于德国西门子公司未能及时返还送修的天然气压缩机组，俄气周4起被迫缩减经北溪天然气管道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据俄罗斯报报道，西门子方面证实，由于技术原因，燃气轮机只能在加拿大维修，但由于加拿大的制裁，公司还不能向客户交付修复好的设备。由于北溪2管道被德方搁置，俄气公司目前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受设备故障影响，原本的每昼夜 1.6 亿立方米供气量被削减至每天1亿立方米，减少40%。此外，俄气也减少了对意大利的供货量，并切断了对保加利亚、波兰、芬兰、荷兰和丹麦的天然气供应。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应声上涨近20%，已涨至每1000立方米1460美元。不仅如此，俄方周4还预告了更坏的状况。俄罗斯常驻欧洲联盟代表齐若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可能因涡轮机需要维修而停止运营。一旦如此，这对德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工业能源成本飙升，削弱欧洲制造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欧洲企业忧虑，目前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涨至美国价格的约3倍，这将令欧洲企业用电和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利润率减少。欧盟数据显示，一些成员国出现了工厂停产的现象。德国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由于价格倒挂，德国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濒临破产，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不为其准备约100亿欧元的临时贷款，以避免这家德国天然气巨头陷入绝境。另据德国联邦经济部议会国务秘书凯尔纳的说法，由于天然气储备无法达标，今年入冬后德国将无气可用。不少投资者认为，德国经济前景恶化将无可避免。6月的德国 ZEW 经济景气指数为-28，低于预期。而5月德国的通胀率高达7.9%，创下2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近日，德国图片报在头版就刊登惊人消息，由于物价太高，有约1/6的德国人不得不放弃一天吃3顿饭的习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正处于能源危机之中，随着西方试图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电力发电的不足啊，整个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原材料的价格，整个产业链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对于它的这种生产、投资和消费都会带来一连串的这种负面冲击，所以肯定是对它这个经济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对，会有一段比较紧日子。